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师庄佳颖。前不久啊，有个学校老师拿着他的体检报告过来找我，那一翻看到哦，怎么类风湿关节炎的那个指标啊，全部都是红色的。他问我说怎么办？那其实对于这种自体免疫性疾病的病人啊，我常常会在诊间卫教说，其实就是因为你一直把别人放在心上啊，把自己说的比较小一点，都在一直忧国忧民啊，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啊，所以你就特别容易去发作这种自体免疫系统的这些症状。那你如果不要真的得到这个病的话，就从今天开始决心把这种性格把它改掉。那怎么说呢？我们今天就先来聊一下类风湿性关节炎。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啊？中医叫做痹症，痹呢就是凝滞不通的意思，所以它是以痛症为主哦。像是《黄帝内经》就有提到说，风寒湿如果三气杂滞呢，就是痹症。那什么原因会让风寒湿加在一起啊？因为你虚嘛，所以你虚，大家都欺负你啊，风寒湿都进去你的体内去欺负你，那你就会变成痛症。所以就是，它先有一个体虚，气血失调呢，风寒湿进去你的身体里面，就得到痹症了。可是为什么你会气血失调啊？那当然就是长期累积慢性的压力啊，所以我才跟大家说，不要觉得没有怎么样啊，反正大家都是会想东想西嘛，我想一下又怎么样？压力这种东西看不到啊，我如果心情不好啊，我压力很大，忍耐一下就好啦。可是其实呢，不是这样子哦。不是说压力啊无形看不到，不像说你真的吃什么毒药进去，对你身体就没有影响啊。这样子慢性累积进去的压力啊，其实身体会产生非常多的发炎物质。那这些发炎物质呢，其实对我们身体每一个器官呢，都在造成损伤。所以日积月累久了，当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真的垮掉了，或者是说这发炎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了，就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癌症或是自体免疫系统疾病。所以呢，其实很多流行病学已经发现了，压力影响很大。像这个开场这个老师啊，他就回家一直在想说，学校的成绩啊怎么样？家长会怎么想我？那学校会怎么想我？那平常呢，在生活上，在工作职场上啊，要怎么样做到面面俱到？那把自己说得很小，可是把外界给他的评价放得非常的重。我就请他回过头来想想说，你现在到底自己需要什么？你现在是不是很累，想要睡觉，对不对？请你去睡觉，把自己放在前面一点。那你现在觉得压力很大，想要放松，对不对？你先去休息放松，先不要管学校你还没打完的那些成绩。那后来呢，他就跟学校讨论一下，把那个职务调开，再去体检一次。调离职位之后，他整个免疫系统啊指标下降得非常快。医师，我指标已经完全没有红字了。我说你早就应该要这样子回来顾一下自己的，否则你真的发展很严重的疾病啊，可能没有那么轻松，就容易指标下降哦。那其实压力啊，真的会导致五脏亏虚哦。为什么压力对于身体的免疫系统啊有这么大的影响？因为压力啊，它会让我们肾上腺素上升。那就好像送出一个危险讯号给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样，那免疫系统呢就会进入备战状态啊，很多的白血球就要来各就各位，要攻打病菌啊，要开始应付发炎啊，启动身体的发炎反应。那这样子呢，对于身体来说当然是调动很多的能量啊。那你一直调动身体的能量，有一天当然会虚掉啊。那曾经有一个研究啊，把一些高压族群拿来抽他们的血，发现他的免疫系统啊异常混乱。所以其实呢，我在治疗这些免疫系统疾病，像这些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啊，我常常会放很大剂量这些天王补心丹或是人参养荣汤，就是这样子大把大把的放。那有些病人跟我说，医生，我是来给你看痛的，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啊，手很痛啊，你怎么给我吃这个天王补心丹？这抗忧郁的，我又没有忧郁。我说你吃吃看嘛，我帮你调肝啊，减轻压力啊，你看看你身体对压力的应变会不会好一点，比较不会那么痛。那吃一阵子回来就说，好舒服哦，比吃止痛药还要舒服那止痛药可能吃个2-3个小时就会再痛起来啊，怎么吃中药之后可以撑那么久？我说，因为你给自己身体太多压力啊，导致你身体啊对痛觉的反应特别敏感。那我帮你调一下肝，你身体特别容易放松，就比较不会感觉到痛啦。
那我们中医到底是怎么样去想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？基本上呢，它就是肝郁导致阴血亏虚。那五脏六腑大虚之后呢，这个风寒湿邪气再进来我们身体，才会导致这种痛症。那很多呢都是那种40、50岁的女生，因为呢已经职场工作很久了，更年期过后了，累积了一定程度的五脏六腑虚衰，再加上雌激素整个下降，身体亏虚了，老了。所以一个外来因素，像是什么天气变冷啊，或是湿气比较重的地区啊，开始湿气变重了，湿气入侵了，关节就发炎了。那治疗原则呢，就是先补虚，然后补阴血，然后再看哪个地方虚，再加强一下。那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下他关节痛啊，到底是痛哪一个关节为主？那很多都是手指关节在痛啊。有时候有些病人会痛到啊，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哦，连想要刷牙都没办法刷，因为手指头很僵硬，稍微弯一下就好痛好痛，或是好紧，生活很不方便。那有些呢，已经严重到弯曲变形啊，鼓起来一包一包，那指关节像鼓槌一样。所以呢，其实类风湿性关节，我们古代也称它叫做鼓槌风。那像这些真的会痛的这些病人要怎么办？那除了西药止痛药之外啊，其实中医真的有止痛的方法哦。那我比较常用川乌啦，那因为是川乌，它就有很好的止痛散痰的效果。那有时候很多病人吃川乌，痛的程度很快就减轻了，他就可以做日常生活的事情了。那有时候止痛药就可以不用吃那么多，肠胃道就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像有些病人啊，他早上起床手指头变得很硬，都要这样子一直活动啊、甩手啊、弄一弄啊，他的手指头才慢慢的柔软回来。那我们这样子放这些药呢，其实他早上稍微动一动，他一整天都可以活动自如。那有时候呢，他的多发性的关节痛，我们会再帮他放一些祛风寒的药物，像是桂枝汤啊，或是羌活胜湿汤啊。那有时候真的很痛的，就放一些活血止痛的药物，像是盐胡索啊，这些药物就可以让关节灵活程度变得更好一点。那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下关节痛是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哦。如果是下半身，比如说它都是痛在脚踝啊、膝盖啊，很肿很痛的，我就常交放2妙散，那就是比较针对下半身。那有时候配合一些牛膝啊、桂枝茯苓丸啊，止痛效果就会更强。那这些药物呢，其实在临床上治疗这些关节疼痛，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，那它真的有它西医药理上的一些疗效的证实哦。它可以抑制炎症反应，而且呢，它也可以减少一些发炎组织对我们关节软骨一些破坏程度，所以呢，它也可以让我们的关节呢健康程度好一点。那其实中医在治疗这些类风湿性关节炎啊，我刚刚说到为什么会风寒湿气会入侵，因为你体虚嘛，所以补虚变得很重要一部分。那这个疾病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药物叫做营养火，就常常呢我们在这些关节炎的人身上，在补虚我们都会用它哦。那在中医来讲呢，营养火它是一个补肾的药物，它可以治疗任何有关于骨头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肾主骨嘛，那补肾药当然就可以入肾经，可以治疗骨头啊，就有补骨头的作用。那风湿免疫性疾病的病人啊，他就是骨关节一直受到这个免疫的攻击啊，一直在发炎，他关节当然会有骨质的流失啊，那久了骨关节会变形。那营养火呢，它真的在现代药理学研究底下，它可以去抑制骨头的破坏，而且针对炎症反应引起的骨头破坏啊，效果又特别好哦。它在我们中医传统就是一个温养的药，就是你很冷、很怕冷、很没有体力，吃点营养火，可能吃个2、3天，你就觉得哇，身体暖和起来，然后呢，体力也好起来。那通常呢，有这些免疫系统疾病的病人呢，他们都会肾虚，因为他们都吃了很多类固醇嘛，或是吃了很多止痛药，长期吃下来都会阳虚、肾虚。那营养火呢，刚好可以缓解这样的现象，你就不会呢越吃这些西药越吃觉得人越累。而且其实我们很多关节的痛症都会用它，不是只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哦。那像营养火这样的药物啊，就可以一边呢去抑制我们身体的疼痛。2方面呢，去稳定我们身体免疫系统；3方面呢，它又可以预防这些周边这些感染。那这样子呢，身体就会变得更稳定一点了。那所以像这样抗病毒的功能啊，在自体免疫性疾病的病人，我们治疗上就变得很重要。我们一定要预防它周边其他相关的感染，这样子呢，才会让它本来这个疾病会变得更稳定一点。
好，我们来回答观众的问题。类风湿性关节炎适合药浴吗？其实真的蛮适合的。其实这些病人呢，常常都会跟我说，庄医师，我跟你说，我晚上泡一下脚啊，或是我泡澡，这样泡一泡，我觉得关节比较松，比较不会痛。我说对，如果你要泡的话，我加药给你泡。所以我就会常常开一些像什么川乌啊、桑寄生啊、红花或黄补啊这些加进去，让他本来就在泡澡啊，或是泡脚，煮一煮这些药煮一煮之后一起泡。那如果他正在痛呢，我就会放苍术、黄柏这些。那有时候他把他周边啊，或是全身啊都泡一泡，泡完之后呢，他就会更舒服。那这样泡一泡呢，药力就直接通过我们皮肤，通过这个微循环呢，在局部发挥这些清热解毒啊、活血化瘀、止痛的功能，而且还是很舒压，而且还有其他的效果哦。像是有研究就发现说，药浴泡澡这件事情啊，其实不是只有局部吸收而已哦，它可以直接去调节到我们中枢神经系统，去提高我们身体的耐痛程度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身体就不容易感觉到疼痛，那身体就真的会比较放松舒服一点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大家学汉医，我们下次再见。